環球大戰現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我們歡迎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員。思敏好，大家好。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好，還有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持續來關注，在這一場中日之間的衝突，已經延伸到整個，包括現在在關心到第一島鏈，甚至在第二島鏈的軍事上面的衝突。今天要來看到的是遼寧號繞着日本走，這一次還加上了這個補給艦闖入美日的訓練空域。解放軍現在是要把遠洋壓境變成一個常態了嗎？另外，我們今天也會特別來關心的是，前幾天關心的都是在第一島鏈，那麼現在是不是也跨足到第二島鏈？因為在這邊也被大陸給插齊了，美日增援線會被封死嗎？高市這個時候急着找川普，原因又是什麼？今天會來做解讀。三個火線話題，今天我們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讀。首先，現在來看到是遼寧號的這個路徑闖入了在美日原本的這個訓練空域當中，而且加入了剛剛提到的補給艦。解放軍是在測試遠洋要把它常態化嗎？到底會在這邊走多久呢？是要打破日本的整個防線節奏嗎？美日台海這個增援的這個援助線會不會遭到封鎖呢？第二件事情來看到是在第二島鏈，現在又發生什麼事情了？來看到大陸現在密集的在這個地方密克羅尼西亞，也就是二戰日本跑道這邊重建哦。這個地方很關鍵，因為它其實在第二島鏈離關島只有僅900公里而已。大陸是在對美軍太平洋後方來直接亮劍嗎？最後，我們今天也會來關心到，在6號的時候，大家還記得嗎？當時解放軍它的這個軍機，也就是殲15的雷達，不是鎖定了日本的 F-15整整30分鐘的時間嗎？日本第一時間其實一開始沒有說太多話，但是幾天之後，小泉也出來說話了。小泉特別有提到，中方啊，確實他們是有通報那一天會做演訓的，但是小泉也說了，中方沒有給任何有關於空域時間跟坐標這場演習的相關資訊。這樣子的一個發言是代表說，大陸方面資訊的疏漏，還是故意讓日方沒有辦法去避讓呢？高市這個時候急着找川普來見面，原因又是什麼？今天都會一起的來做解讀。我們先來關心到遼寧艦的一個動態，因為這是來自於日本防衛省緊急證實的。遼寧號現在一直走，已經殺到了東京沖之鳥島北方的一個海域，並且和補給艦一起來做會合。疑似呢，現在看起來它是不是要展開一個比較長時間，甚至現在預估啊，來自於日本防衛省的預估，可能長達1個月的遠洋的一個行動呢？而且在過去短短3天，遼寧號的艦載機起降次數也非常的頻繁，高達了140次。我們來看到日本的官員又怎麼說呢？他說，現在如果來觀察一下遼寧號的軌跡呀，其實是和當時美日這個演訓的空域的軌跡是有相似的。我們來請導播 Q 到下一張 CG 來帶我們看一下這幾天遼寧號到底是怎麼走的。來，我們請導播 Q 一下。好，遼寧號其實從12月5號到12月9號，來自於日方特別的公布，是大概是這樣紅線這樣子走的。好，那也就是沿着包括了日本，等於是繞着日本，然後也有經過在這個宮古海峽這邊，然後呢一路的往這個琉球的南方，再往剛剛提到的沖之鳥島的北方來做這個路徑的走啊。那麼大家也在看說，遼寧號的軌跡是不是有意要侵入，也就是這個美日原本的演訓空域跟艦載機在這邊做起降，他認為這是一個挑釁的行為。我們來回到上一章，那其實呢，現在更讓美日非常緊張的事情，還有就是在琉球的東南海域。東南海域這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美軍橫須賀航母群還有日本艦隊南下支援台海必須要經過的地方。但是看到解放軍的各種武器現在都擺出來了，不管是055啊，或者是052D 等等。中國媒體形容這是行動版本的封鎖行動，而剛剛提到的，其實這個解放軍對於美日的警告不只是在第一島鏈而已，是不是也包含現在還有第二島鏈呢？因為地緣專家這邊也做出了一個評估，說中國大陸現在正在這個地方密克羅尼西亞重建2戰日本帝國的機場跑道，這個地方離關島第二島鏈只有900公里而已。我們來看到跑道的規模，包括了它的長度啊1000公尺，寬100公尺，
過去美軍曾經試圖要去修復這個地方，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要特別來請教將軍怎麼看遼寧號這一次闖入美日的訓練區，是在測試美日的底線嗎？加入了補給艦所代表的意義又是什麼？厲將軍怎麼看？我請導播把剛才那張遼寧艦的航行圖，那張CG幫我們放出來。我跟各位報告一下這是這個美日這個聯合演習的位置就是在12月6號到12月7號這塊區域，美日在這邊做這個聯合的軍演。那總共劃分為3塊區域。那很明顯的，遼寧號從他們中間切過去了。這要勇闖3關這個我如果說是關羽當年過5關斬6將，他雖然說沒有斬6將，但是也勇闖3關，從這邊闖過去。在我們看這張圖之前，我再給各位看一張圖，非常巧妙。大家記不記得高市早苗什麼時候上美國的華盛頓號航母去？大家記不記得那時候他跟川普2個坐着直升機，還在這個軍艦上面這個手舞足蹈在那邊跳舞。那天是10月28號，完了以後，川普就到韓國去參加 APEC。可見的華盛頓號航母那時候是停在日本橫須賀這個軍港的那我給各位看一下，因為這個最新的訊息來講，因為這個還沒有辦法掌握到後續的建制的活動，我現在這個訊息只有到12月7號。那你看，在太平洋這個西部來講的話，中國的遼寧號正在跟美國的華盛頓航母兩者正在跳一場 tango 的舞我們看一下。這個12月4號的時候12月5號的时候，遼寧艦還在這邊正要出發。那12月4號的時候，華盛頓號在哪裡？在關島。我剛剛講了，他之前在橫須賀，他為什麼這時候到關島了？表示他是不是已經知道有這個默契，知道說是遼寧號要從這邊過來，所以他先避開了他先避開了，就是跳探戈嘛，你進一步我就退一步第二個來講，我們看遼寧號12月7號到這邊的時候，那這個時候這個華盛頓號他開始準備要回去。12月7號他到這個位置，準備要回華盛頓航母。這時候遼寧號幹嘛？我們再回到剛剛那張圖，我給各位看一下，你就知道我用這張圖來看，好，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時候遼寧艦掉頭了，他不再往北了，他回頭，就可見得說是他要過來的時候，這個華盛頓號讓開，華盛頓號要回去的時候，他往南走雙方都避開。那雙方來講是巧合，還是双方有事先溝通過？就避免王見王很尷尬所以我們知道如果從以上這種動作，很明顯的高市早苗被川普賣掉了他根本就不曉得其實中美之間是不是有這種默契。那唯一一個沒有參與其中的那個人叫高市早苗。但是現在來講，原來遼寧艦過來的時候，在這個地方它是沒有帶補給艦的，它只有帶這個護衛的055大區跟054護衛艦。那我們原來以為它是會從大隅海峽那邊繞一圈就回去了，因為如果你沒有補給艦，你在海面上面航行時間是不能夠長久的。但是這個屬於一種戰術性威嚇的行動。可是當補給艦到了以後，就從戰術提升到戰略層級，因為它會在這個地方停留時間會很久那會多久？我們現在原則上如果是一艘的話，那可能是1個月的時間。那它有可能換了，我第2艘的補給艦再來，那這個時間很長。那第3個，為什麼要停在這個地方停那麼久？很明顯的，因為高市早苗講的那句話，就是如果說台灣有事，就會啟動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那他就會做什麼？可以行使集體防衛權。什麼叫集體行使集體防衛權？顧名思義，就是聯合美國、日本還有台灣來共同跟解放軍來這個對戰所以叫做集體行使防衛權。那日本來講，如果說要介入台灣軍事行動要介入台灣的話，很明顯，他一定不管是美軍從橫須賀軍港要下來，或者是日本的軍艦從這個東京灣各個軍港會往南行駛。那各位可以看到如果這時候我們看一下，如果這個時候它停在這個地方，遼寧艦航母戰鬥群停在這個地方，是不是很明顯的就是反介入跟區域拒止？對，我們原來以為反介入區域拒止是針對關島美軍的基地，但事實上如果說針對日軍來講的話，他在這個地方也可以做一個反介入跟區域拒止的作戰，這是第2個目的。我覺得就是很明顯他在做這個演練。第3個，我覺得這個時候停留在那邊1個月是加強部隊的訓練，因為這時候天氣是冬天，
所以北方那邊是嚴寒氣候，尤其是這個禮拜六，聽說這個寒流會來，包括我們台灣都會很冷。那何況北緯度這麼高的艦艇在那個地方，再加上東北季風，我想風浪一定很大，對海軍的官兵來講是一個很嚴格的一個訓練。所以我覺得仗在哪裡打，部隊就要在哪裡訓。以後仗要在這邊打，那解放軍就在這邊練兵，然後從苦從嚴從難，在最艱困的氣候之下，從事最艱難的訓練。好，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目前解放軍的位置，這個遼寧號主要都還是在第一島鏈，目的除了做這道區域拒止之外，還有不斷的做它的演訓，做它的訓練。那另一方面，我們也來提到的是說，會不會它已經不再只是存在第一島鏈而已？現在呢，它把它的勢力擴大到第二島鏈。我們要來持續關心的就是大陸現在在密克羅尼西亞重建的二戰當時的日本的這個跑道。這個是第二島鏈的前置基地，還是對關島直接亮劍？解放軍真的有辦法打到第二島鏈嗎？委員怎麼看？這個所謂的地緣政治專家發這條消息啊，真是白目到家了。那是很單純的中國的民間企業去承包這個機場的修復工程而已。為什麼我很確定這樣說呢？第一個，這個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啊，它有7個機場，這個機場也不是離關島最近的。換句話說，他們大部分有607個島礁。整體組成主要叫做加洛林群島。那加洛林群島哈，這個瓦雷埃啊，它是 atoll， 是一個環礁，它不是一整塊的，它剛好是在最靠近這個西邊的，而它北面呢還有2、3個機場離關島更近，所以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啊。那第一個，它有7個機場，它不是唯一的機場。第二個，更重要一點了，密克羅尼西亞。它本來是美國托管的土地，然後在1979年經過公民投票獨立，1986年跟美國簽了一個叫做自由聯繫條約。什麼叫做自由聯繫條約？表面上叫自由，但是聯繫的意思就是我是美國的附屬國，也就是它獨立只有在內政跟部分外交獨立，其他的國防全部歸美國管。那你說這個國家被美國國防控制的，解放軍可以蓋一個第二跑道，還可以做軍事使用，這會不會太白目的一個判斷了？那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很單純的找個民間公司去承包，那或許中國政府有補貼一點，但是基本上還是美國出錢在養這個國家，它的地位跟什麼一樣？跟帛琉一樣，跟帛琉一樣，所以。我是覺得這樣的判斷說，哇，這個第二島鏈機場就是中國在興建，這中國又要控制，中國要用，就跟當時的香港大公報在炒作那個什麼，那個巴拿馬運河一樣，無知啊。好，這個是針對於這一件事情，有關於第二島鏈的興建。那我們也來重拾一下當時中日爭議的這個事情爆發。其實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日子就是在6號當天，大家還記得嗎？當時解放軍的殲15不是用火控雷達鎖定日本的 F-15整整半個小時的時間嗎？這件事情6號發生，那其實日本的官方也沒有做太多的回應，只有做批評。但是事隔多天，在昨天的時候，小泉進次郎他突然間針對這件事情出來說明了，他就承認說，確實啦，沒錯，中方當時確實有事前通知日方說他們要進行飛訓，但是小泉進次郎也批啊，他說自衛隊還是沒有收到任何中方有關於他們演訓的空域時間跟具體的坐標的資訊。好，另外官房長就態度更強硬了，他說。不管怎麼樣啦，大陸就算有沒有通知你侵犯領空，我們還是要做反制。那另外一方面，確實現在高市早苗面臨非常大的政治壓力，他也在10日公開喊話，盡快要和川普見面舉行領袖會談，被視為是不斷的向美國喊話，要來對中國大陸施壓嗎？賴老師怎麼看？這些論壇、這些論點都是軍國主義者的論調啊，這個非常的明確。為什麼？因為第一個，沒有人進入日本的領空，所以日本的自己的防衛部門也說，大陸都沒有進入日本的領空。那既然沒有的話，那你穆延展講的什麼鬼話啊？也就是根本沒有進入你的領空，那你怎麼突然間講說啊，只要侵犯領空就要反制？沒有人進入領空啊！這個我想這是一個第一個非常明白的一件事情，這是叫做鬼話。第二個呢，就是
小泉一開始的時候就講謊話，中國大陸明明有通知，他故意說沒有通知，所以他說謊。而且故意在半夜2點的時候，那麼告訴國際說他那個中國大陸侵犯我們，那他是公然說謊。第二個呢，根本沒有用火控雷達。他講成用火控雷達，好多人還引用日本的說法，而不用中國大陸說法。中國大陸說我是用雷達照射啊，那日本就說是火控雷達，那很多人就相信日本人。那軍國主義者一直在說謊，還有人會相信他們，然後用火控雷達，這個簡直是一個人類間最大的笑話。好，現在小泉自己也知道，大陸一個證據一個政治牌給你看的時候，那難看啊，因為你用火控雷達上面都有記錄嘛，那不是火控雷達嘛。所以他自己就悄悄的又改变成為叫做雷達照射啊，這個就是日本軍國主義者他們一貫的伎倆。好，那現在的問題是這樣子，他現在2次說謊都被打臉了，那怎麼辦？就只好硬凹，說你沒有告訴我具體的坐標。我想請問一下，航母是移動性的，你剛剛看到一個航機圖，你已經告訴我們了，他從12月6號以後到7號的時候走了600公里。12月6號到7號走了600公里，都在移動的時候，我還告訴你我的航向啊！這全世界哪有這種事情？我還告訴你我的航向，這個簡直是人類間更大的笑話。所以這個人講的都是沒有知識，連常識都不如的一個笑話。所以我覺得這是另外一個部分。第三個，11月7號，當你高市早苗開始在挑釁中國大陸的時候，中國大陸3艘戰艦都已經穿越你大隅海峽到你的青津海峽了。這個等於是2國之間的軍事的緊張關係已經拉高了，你就自己知道說，如果你要再去惹的話，那情況就會惡化。小泉接着跑去與那國島說：“我撞了034哦，我要打你哦。”那中國大陸無人機就飛過來了嘛。好，那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雙方的關係緊張的關係越來越拉高了。現在航母穿越了宮古海峽，在國際公海這個海域進行這個起降的演訓，已經通報你了，說我現在開始進行起降演訓了。那理論上講，一般來講，一個正常的一個國家，它基本的做法就是說保持一個距離，保持一個距離，而且呢，通常都是水面的艦隊跟在一個安全的一個距離。過去的標準做法都是如此。結果你多次的派你的戰鬥機，尤其是 F-15的戰機，你飛到這個裡面來，被照那是剛剛好而已，把你趕走只是剛剛好而已。被趕了以後被照了，那技不如人嘛。大陸解放軍的戰機就是比你好嘛，然後被人的裝備就是比你好，你被打敗了還哭哭啼啼，然後連續說謊，這個簡直是人類間最可笑的事。我是看到那個軍國主義者，我就覺得這種嘴臉真的是對我們來講太熟悉了。我從小我父親就告訴我，他們都是抗戰過來的，他們就說日本人就是滿口謊話，這些軍國主義者就是滿口謊話。好，謝謝賴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接下來我們要來特別關注到這個有關於台海的兵推哦。先來關注到大陸的600枚極音速飛彈，再加3000枚導彈，如果出鞘的話，美國現在也自曝哦，這個是五角大廈說的，兵推是全敗，甚至他們很重要的福特號航母會沉沒。真的是這樣嗎？今天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注3個火線話題。今天請來賓幫我們做解答。兵推剛剛特別提到的五角大廈是它的最高機密曝光了，說美軍在台海的每一場戰爭都會敗掉。如果大陸祭出的這個600枚這種極音速超強武器在太平洋的話，那麼福特號會敗掉，那麼也會成為海上的棺材。他是特別這樣講。CSIS 還說呢，在過去的一個兵推說中國只會贏2次，看起來中國是會大輸的。可是這一回我們剛剛提到的五角大廈卻說美軍會全輸。台海兵推為什麼這2次可以差這麼的大？真的關鍵是出在大陸有極音速武器嗎？再來，今天也會來特別的關注到中俄的戰略轟炸機壓制到日本的門口了。隔天海警機炮艦又直接闖入到釣魚島，大陸是否重啟在這邊常態化、領海化跟實控化的一共3個階段呢？
呢？好，今天都會一起請來賓幫我們做解答。這個是美軍自己親口證實、親口說的，是不是他們的軍事噩夢呢？來自於《紐約時報》率先披露的是美國戰爭部最高的機密兵推。我們趕快來看到他怎麼說。結果顯示，美軍在每一次的台海兵推中都會全敗，而且是無一幸免，而且是被解放軍他說是會被徹底的擊穿，毫無招架能力。這邊兵推也特別兵推了3種方式，包括第一個，如果解放軍祭出的是這個極音速的飛彈，最快可以達到5馬赫，那麼美軍的防禦系統會難以攔截，福特號航母就會被直接擊沉。第二種兵推是出動900枚的，不管是短程還有這個中程1300枚加中長程的飛彈，總共就是2700枚。只要做個飽和攻擊的話，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也都不保。最後還說了，美軍的戰機、補給船甚至未靠近台灣的時候就會被全滅，解放軍的沿海武力是足以讓整個太平洋艦隊全軍覆沒的。另外五角大廈裡面還有一個優勢報告，也直接寫說，美國目前為止，他們主要依賴的武器都是這種比較貴的武器，但是比較脆弱的武器。中國擁有這種海量、低成本的高性能武器，在這種新唐菜的戰爭當中，美軍是沒有辦法獲勝的。酈將軍怎麼解讀這一些兵推？我們看美國為什麼會這麼擔心啊？我們先講說是導彈，可不可以打得成航母？第二個，我再來分析導彈這個打得中打不中航母就這2個關鍵問題。第一個來講的話，我認為導彈要打成航母的話，非常非常的難，因為美軍曾經將它一艘退役的航空母艦拿來當靶船讓所有的這種導彈這個或者是艦炮去打。結果打了多久？打了25天才將它擊沉。所以要打成一艘航空母艦不是那麼容易。以前的航空母艦大概只有1層這個艦體而已。現在航空母艦它會做2層以上艦體，而且中間會做很多的水密窗。你打中其中一個洞，水雖然說海水雖然灌進去了，但是它可以將你密閉隔離，所以你不是那麼容易打成的。這是我第一個要講的，要打成沒有那麼容易。可是中國的這個導彈對航母來講，它不是要將你打成，它是要點穴作戰，就是我點到你那邊，我們看武功這個打架這個有時候點穴一點到以後你就動不了了。我覺得解放軍的導彈對美國的航母就像是點穴作戰，它因為它從高空往下打，所以第一個這個飛行甲板那邊的鋼板是比較薄的，不像2旋的艦體是比較厚的，它比較薄，有可能打穿。第二個來講，中國的導彈都是超高音速導彈，那速度動輒都10馬赫以上，所以不要說爆炸了，光那個動能來講，就可能將你的甲板擊穿。那試問一下，如果說一個飛行甲板被擊穿的話，或者是你的指揮這個艦橋被打到的話，那是不是整条航空母艦就已經完全癱瘓在那裡？就算你沒有打成，也失去了作戰能力。這是美軍發現的一個很大問題。因為中國來講，我們看到所有基因數，包括東風21、東風26、東風27，這都是彈道型的導彈啊。雖然說它也有巡弋型的、平飛式的，但是它美軍航空母艦最怕的是由上往下打的貫穿式的彈道式導彈。那第二個來講，我們來講說解放軍的導彈打得中打不中這個美國的航母這也是大家必須要關心。你要真的能夠打中，你才能夠講話嘛。你如果只是說嘴巴講，大家都不相信。老共打給美軍看過第一次是在2020年，我日期都講出來，11月14號那天，解放軍發射了2枚導彈，一枚叫做東風21，東風21從哪裡發射？從這個浙江發射，另外一枚從青海發射。那青海發射的是東風26這分別從2個不同的地方，一個是比較遠，一個比較近，但是兩枚導彈同時命中在西沙的那艘移動中的靶船，證明他真的打得中那你看看這種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但同一個時間彈着的，在我們陸軍叫 TOT 射擊那你就很難防衛了，因為你不曉得這個導彈你要防哪邊，東邊也有，西邊也有，很難防守所以說證明解放軍證明他的導彈確實可以擊中移動中的靶船，一次不夠，再打第二次。第二次在哪一年呢？在2023年8月5號那天我想我日期都講出來了。8月5號，他發射的什麼？是第3款的彈道飛彈，叫東風27從他這次發射，他沒有講什麼地點，但他原則上是說，中國的大西部地區。那我們想到大西部大概不外是青海或者甘肅這個地方，總共飛行了上千公里。
那也是打中南海中的一艘移動中的靶船。哇，這3次都命中了。我想說美軍看在眼裡，因為第3次來講的話，這3次美軍都有抵近偵察，他們不是經常會P8反潛機來實施抵近偵察嗎？就他還真的被打中了，所以美軍緊張的不得了。那現在來講的話，如果說解放軍現在來講，我們看到它的數據哈，第一島鏈它有900枚的這種短程的導彈，針對我們台灣或針對日本。那對打到關島的中程導彈，打到中程我們通常都講說是這個東風快遞嘛，東風26總共有1300枚哈。然後針對馬紹爾群島可以打到馬紹爾群島也有500枚。如果說是對這些地方實施飽和攻擊來講的話，我想說美軍以現在它的這種航空母艦最多哈，能夠到這邊了不起就3艘嘛。尤其是現在，如果說尼米茲號又退役來講的話，它目前在這個大西洋第7艦隊有2艘航空母艦，一艘我們剛剛講的華盛頓號，另外還有一艘這個趕過來遞補尼米茲的叫林肯號。林肯號現在停在他們的檀香山那個位置。那目前來講，只有2艘航空母艦的狀況之下，我覺得對他們來講兵力是嚴重不足。最後我要強調一點，我們經常來講不對稱作戰，不對稱作戰。我們強調台灣來講如何對抗這個強大的解放軍，我們要採取不對稱作戰。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大陸來講，它對抗美軍的航母，它也是不對稱作戰。我用便宜廉價的這種導彈，我就可以應付你高價的航空母艦。130億一艘的航空母艦，我就用導彈就可以將你點穴作戰，點到那邊讓你動不了。那尤其是說對美國事後國內的那種輿情的影響會更嚴重，所以說美國才會這麼緊張。好，確實，現在將軍幫我們特別分析到了這個中國大陸導彈這種超高音速導彈的戰力是可以如何去癱瘓美國的航母。那確實，這個也是五角大廈目前為止他們最擔心的，他們才會認為說2025這一次的拼推，五角大廈才會說美國他認為是會全輸的。但是其實這個態度跟2年前做比較，其實已經是大轉變了。大家知道，在2年前2023的時候 ，CSIS 其實是有做一個兵推的，那個兵推就跟這個是完全不一樣。他們是認為說大陸會輸慘哦。他們說，中國只要在美國不介入或者是日本中立之下，才有可能勝利。而24場他們做的兵推當中，只有中國大陸只會贏2場而已。到底哪一個可信度比較高呢？ CSIS 有沒有刻意忽略了中國大陸極音速武器跟導彈他們的威力？委員怎麼看？2個都對啦。哦，因為它兵推的所用的參數不一樣。這個。CSIS 啊，24次的兵推啊，它基本上是不斷的調整變參數。這個李將軍他們在做兵推，會一下子調整這個，一下調整那個。比如說，解放軍用了什麼武器啊，用的數量，那這個我軍用了什麼武器，用的數量去做調整。然後他們24次裡面，不管怎麼調整，只贏2次，而且這2次啊，都靠的是美軍的潛水艇。其他全部被打掛了，美軍的水面船全被打掛了，所以這海戰對他不可行啊。那潛水艇他們只想到說，那我在台灣海峽不得已的要使用戰術核子武器，那因為在台灣海峽使用戰術核子武器不會傷及一般老百姓，可是可以毀滅掉解放軍的登陸船隊。他的算盤是這樣子，可是他不是每一次都贏連使用核子武器都輸，才這麼輸，所以你要知道說。他最後算一算，只有2次慘勝，那場要不要打？不要。對啊，這答案就很清楚了。那這個美國國防部呢是說，他們自己測試的是全輸，是沒有錯了哈。因為剛才我們談了很多的大陸的航空母艦，其實客觀的講，大陸航空母艦的艦隊的數目跟質量跟成熟度還不夠。如果是航空母艦對航空母艦，大陸贏的幾率是不高，所有的兵推都是如此。但是就像剛才李將軍講，大陸啊，離那個東南沿海並不遠啊。它後面有2款高超音速導彈，鷹擊系列跟東風系列。我老天爺啊，這個數量有多少有多少啊？第一個，因為它載台是什麼？轟6K，它載台是什麼？是055、動55啊。那它載台陸基啊都有，所以我搞不清楚說你怎麼去應付它。你一個艦隊能夠載的導彈不多啊。那問題是，他在陸地上的導彈哦，你要多少有多少，你又打不到他，這是美軍根本沒辦法贏的最大的原因。你任何船團來，什麼基地在東南沿海，沒有一個不會被摧毀的。
它進了都會被摧毀，我打這場戰爭幹什麼？這主要的所謂的優勢簡報裡面講的是這個內容了哈。那我們只能很客觀的講，美國如果只想到這一點的話，他絕對不會參戰。為什麼？他打贏他沒有什麼好處啊，他輸了一大堆，損失了一大堆艦隊。就像赫格塞斯講啊，他們真的有兵推過啊，我來10艘，大陸的這個導彈15枚就把我通通給摧毀了。那李將軍講對，因為大陸的東風導彈它其實不是巡弋導彈，說水平發射的，它都是滑翔式的。滑翔式你不能說它是彈道導彈，也不能說它巡弋導彈。它彈道導彈打上去，包括鷹旗也是一樣，打上去下來滑行的時候是變軌的，所以也不是完全根據彈道，那也不是巡航了，那垂直蹦就下來了。因為巡航的通常是到了以後才飛上去再打，那力道不夠，因為你飛上去不會太高打下來。可是如果直接從外太空下來，那個重力加速度那就不得了了，可能直接把航空母艦從中間就穿個洞到海底裡面去了。是，這最大的麻煩在這裡啊。是，那也不能攔截呢？他們想一想没辦法攔截，因為終端速度通常都超過15馬赫以上，所以就算了啊。所以我們只能跟劝美國哈。最好就找個和平方案哈，看28點也好，24點、22點比較實際啦哈。因為你美國跟中國談判的，基本上還是在市場實力。因為你美國加歐洲加日本加韓國啊，加所謂你英國，你的影響勢力範圍裡面，現在還佔全世界的 GDP 超過1半呢。那你有這個市場，中國大陸要跟你對壘的時候，他看在這個市場上，他也想一想，我打這場戰爭好像也沒什麼好處啊，所以兩方面都覺得打這場戰爭沒好處啊，就弄個28點和平方案嘛，對啊，或者22點也可以嘛，這是最可行的方案啊，最可行的方案。是，確實啊，美國的部分有美國自己的盟友，那中國大陸的部分其實也確實有，中國大陸自己的盟友都是讓美國非常擔心的，尤其這盟友在軍事上面實力又很強。我們要來看到的是中俄，他們現在這個也是最近的消息，這幾天他們在東海太平洋進行了第10次的聯合空中戰略巡航，而且把這個轟炸機是直接開到日本的家門口。日本當然喊了這是國安威脅，但是北京還是強調是依法展示維護和平的能力。隔天我們看到的是大陸的4艘搭載機炮的船艦直接開到釣魚島的領海，當然日方就出來抗議了。中國大陸是要宣布釣魚島接下來會實施的是常態化、領海化、實控化嗎？會從巡航轉變成全面控制嗎？賴老師有怎麼解讀？大陸不會登島控制釣魚島，但是事實上釣魚島已經是領海的實控化的一個掌控了，這個一點爭議都沒有了。也就是說，釣魚島的海警船全年無休啊，有的時候是在這個毗鄰區啊，在這個地方巡邏，有的時候就進入了12海里內巡邏。如果日本的船啊，不管是它的漁船啊，或者是它的公務船，只要進入這個領海的時候，大陸的船就會進來去驅趕，要不就是逮捕啊。那在過去的時候，曾有一段時間是要把它逮捕拖回去，例如說拖到福建或者拖到浙江，在這個地方裡面進行審判啊。這是過去曾經有過試圖要去逮捕。那我們看到的日本的做法，就是它的海上啊這個保安廳，它就會去阻擋啊，讓他們的漁船能夠跑走。後來日本的漁民乾脆就不進入這個海域，因為這個海域本來就不是日本傳統漁民的捕海區。以前啊，我們都知道，在過去啊沒有現代化之前啊，我們的漁船基本上都是用風力的啊，並不是用這種動力的啊這種。那因此這個洋流的關係，所以日本的漁民基本上不會到釣魚島這個海域來捕魚。那釣魚島這個海域是我們台灣的漁民跟浙江的漁民是在清朝的時候，事實上從更早之前，從明朝就是我們兩地的漁民的一個捕魚區，它是長期以來幾百年來啊，甚至是都是中國的捕魚區，不是日本的。它跟日本本島、日本國一點關係都沒有。那日本如果不是因為非法佔領了琉球群島、琉球國，所以他對釣魚島他根本沒有權利說三道四。好，那現在的情況是這樣子：當日本要把
這個釣魚島國有化之後，那是原來是從石原生太郎開始搞起來的啊，那麼一直到這個後來日本要把它國有化的那一天開始，中國大陸就實質上就進入了這個釣魚島，現狀就被改變了。对，從那個時候到現在沒有停止過。釣魚島這個中國的海警船是全年無休，在這個地方巡邏，常態化的巡邏。但是你說要登島去控制這個島，意義不大。也不會這樣做。但是事實上，它已經不是在日本的有效的行政管轄權內了。好，謝謝賴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美國跟委內瑞拉這一場戰事真的看起來是一觸即發，川普又有最新的新動作了。這一次瞄準的不是先前所宣稱的這個運毒船，而是一艘大型的郵輪。最新是美國自己公布了扣押這艘郵輪的畫面，而且呢，我們趕快來看到最新的現場這個整個扣押過程的畫面。來，請導播幫我們 cue 一下，這是來自於美國司法部自己 Q 的一個公開的一個畫面，可以看到呢，從畫面上我們來看到是2架的黑鷹在大海上面低空的做盤旋之後，好，現在畫面可以看到這個機門已經打開了，全副武裝的美軍他們直接從這個垂掛到一艘的巨型的郵輪甲板上面，接着從畫面上我們持續看到这個美軍快速的突然間進入的船艙，並且持槍做扣押的動作，甚至準備強攻進入到駕駛艙。針對目前的這一起行動，我們看到川普怎麼樣說的呢？好，來看到川普是說，我們剛剛在委內瑞拉的海岸扣押了一艘郵輪，而且是非常大的郵輪，實際上是他到今年為止最大的一個郵輪。那至於提到說，那你扣押了郵輪之後，石油要怎麼做處理呢？他說，我想我們會把這些石油給保留下來。那麼川普還嗆說，哥倫比亞總統你注意了，你有可能就會是下一個人。那委內瑞拉的政府當然呢非常的氣憤哦，就開始控訴美國是公然的竊盜，這個是國際海盜的行為。馬杜洛總統也說，呼籲我們堅決反對干預主義哦。痛罵美國，反對任何顛覆政權、破壞計劃。美國應該要專心的好好治理自己的國家才對。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賴老師怎麼看川普這一次還派兵，然後呢扣押委內瑞拉的郵輪，理由是這艘郵輪多年來涉嫌支援外部的這一些恐怖分子組織在運油，它是打擊犯罪嗎？有沒有一個正當的理由？賴老師怎麼看？當然沒有啊，這是海盜行為啊，這個大家都知道。美國是海盜的行為啊，這是違反國際法的啊，公然違反國際法。可是問題就在於，就是說，不然你怎麼樣？那我就是違反了，你能怎麼樣？你也不能怎麼樣啊。這就是美國給大國做的一個表率，就是說，如果有一天你大到這個程度的時候，你可以就這樣做，不然你怎麼樣？啊，我覺得很多的時候大國啊，尤其是有軍事實力的大國，要想一想。對於周邊的那些軍國主義者啊，有的時候或是一些人啊，你要講的，不然你怎麼樣啊？這個我覺得要學會這個啊，不要太溫良恭儉讓了，要有一點，有的時候對這些壞人、小人、惡人，要不然你怎麼樣？可是問題就在於委內瑞拉，他並不是壞人、小人、惡人啊，他沒有被聯合國的安理會這個制裁，沒有，所以美國沒有權利去扣押或者是片面制裁委內瑞拉，安理會沒有同意哦，安理會都沒有批准過，所以美國這樣的一個做法是違反安理會，也違反國際法的，這樣的一個海盜的行為。好，那當然目的在哪裡？目的就是切斷委內瑞拉的經濟命脈嘛，因為它會讓各個國家的郵輪不敢去幫委內瑞拉載油嘛。那委內瑞拉最大的就是油的資源。那油賣不出去怎麼辦？現在只剩2個國家可以突破美國的這個做法，一個就是中國大陸的郵輪，一個就是俄羅斯的郵輪。美國就不敢去搶插中國大陸旗幟的郵輪，或者插俄國的郵輪。但問題就在於中俄這2個大國目前看起來
似乎沒有很強烈的意願要介入美國跟委內瑞拉之間的矛盾。好，我們現在看到是這個最新的動作，也就是美國介入在委內瑞拉的這一艘郵輪，被形容是這個海盜的動作。那另外一方面，其實呢，在空中又有什麼樣的動作？我們看到是美軍還派出了2架他們的 FA-18超級大黃蜂，直接在委內瑞拉的上空盤旋哦，這時間長達了40分鐘。美軍強調說，我們沒有進入到委國的領空，是在國際的空域。不過今天早上有一個最新消息是，委內瑞拉的這個為什麼說美國要在上面做盤旋40分鐘？原因這邊有提到說，報道寫說，委內瑞拉的反對派領袖這位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馬查多，他又因為指控舞弊遭到通緝，藏匿了1年多的時間之後，他為了要出席領這個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出席這個在挪威的典禮，所以呢，他帶着假髮喬裝要做逃亡，闖過了大概10個軍檢站，搭漁船要橫越加勒比海，所以呢，他就跟這個川普做透露了。那川普政府知情之後，才會派了 F-18在跨海附近盤旋了大約達到40分鐘的時間。不管這一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但是委內瑞拉看在眼裡，很不是滋味，他就覺得你美國是在挑釁，尤其委內瑞拉灣的3面都是委國的領土，而且川普之前不是集結了大量的兵力，1.5萬名的美軍、福特號航母、F-35等等，是真的要開戰了嗎？還是有其他目的？李將軍怎麼看？委內瑞拉灣我把它比作渤海灣，可能我們這個華人來講就比較能夠理解那渤海來講，領海是12海里之內叫領海。可是你想想，如果說渤海裡面的領海來講的話，大概就是周邊薄薄的那一層屬於領海，可是中間那一大塊還是屬於公海。可是問題是說，美國軍艦或日本的飛機敢輕易闖進渤海嘛？那當然，中國將這個地方整個渤海灣視為它內海，因為外面有遼東半島跟山東半島包圍在裡面嘛。講一講公海，可是在實質上面就等於是中國領海。委內瑞拉灣也有一點類似這個樣子。關於美國川普對委內瑞拉這些動作，我想說，結合我們前2天美國自己所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來看的話，我簡單4句話，因為美國的位置，你要站在美國立場來看。如果站在美國角度，它這邊是大西洋，這邊是太平洋，北邊是跟加拿大連接，南邊接連的是南美洲，所以我覺得它現在國家戰略，我用4句話來講。第一個叫做這個東硬西硬，對西邊來講，它對歐洲來講，它態度要硬因為他講得很清楚，就是要確保西半球跟美國的安全。對，西硬東軟他對中國來講他要中國自己用實力來對抗西硬東軟，然後南邊來講，南邊要壓住南美洲你不可以南美洲這些國家要恢復門羅主義的主張，不可以讓中國或俄羅斯的勢力能夠伸進來。然後北是什麼呢？北邊加拿大叫做北嘲笑，他對加拿大來講是種嘲笑，因為我跟你就是無所謂對，所以我覺得美國國家戰略，你看就是西硬東軟，然後南壓北嘲弄嘲弄。那當然，如果說是這次我覺得對委內瑞拉來講的話，他對整個戰略上面來講是對的。他就國家立场，我一定要壓住你南美洲，你不可以讓中國或者是俄羅斯的勢力進到這邊。那很明顯，我們現在看到，不管是中國、俄羅斯，除了說是軍事之外，尤其是經濟方面來講，慢慢已經進入到不管是巴西啦，或委內瑞拉的石油啦，或者是秘魯的這種前海港，中國勢力已經進來了。所以川普來講，一定要硬壓。可是戰略上面你是对的，可是我覺得你戰術上面是錯的。你哪有說是戰術上面在海上晃蕩了2個多月，然後一點行動也不敢實際採取？我覺得兵貴速不貴久，你一定要很快的能夠解決這場衝突，解決達到你所要的目的。但是如果說你拖久了，其實我覺得戰術上对美國是不利的。好，川普政府針對這個南美洲國家南壓所以確實他也已經除了持續的對委內瑞拉施壓之外，甚至呢，這是來自於美國媒體的爆料，他們整個川普政府都已經擬定好了，接下來馬杜羅下台會有什麼樣的接管方案。但是呢，被大家解讀說，你這個也太兩極化了吧？你怎麼可以雙標呢？因為你同時也特赦了同樣也有販毒的，這個是洪都拉斯前總統葉南德茲啊，難道你為了政治利益都不管了，如此雙標嗎？外界就認為說，川普啊，你這是上演門羅主義啊。那門羅主義就是如剛剛將軍幫我們講的，他現在
更重視的是整個西半球。那麼他也說了，他們都是美國的後院，包括了這些南美洲國家不准外国勢力插手。我們來看到，針對于剛剛所謂的门羅主義，是不是中南美洲也不想被大國這個宰殺了？墨西哥突然間通過了一個決議，對亞洲1400多項商品課徵最高50%的關稅，當中提到了大陸車企要面對50%最高的關稅。川普的這些手法，針對南美洲國家是復辟門羅主義嗎？那這時候我們看到，好像一些南美洲國家開始反抗了，委員怎麼看？所謂的門羅主義就是美國的戰略擴張，只限制於這個西半球，然後在歐洲它戰略收縮，在亞洲它進行戰略競爭。這種戰略擴張在這個美洲國家是什麼意思？就是北從加拿大，南到阿根廷，通通是美國說了算，你們通通是美國的附從國家，哪有什麼主權國家平等的？這個原則是1823年美國第5任總統門羅設立下來，就是說不准歐洲其他國家干涉美洲國家的事，美洲國家也不想去干涉歐洲国家的事，就是所謂歐洲戰略收縮、美洲戰略擴張的這麼一個主張。那川普現在正在實行，所以為了要推動這個要求，所有的美洲國家1不准反美，2只能親美，3不可以跟中國、俄羅斯眉來眼去，在這樣一個要求底下，任何有違反他這個要求的這個政治人物，通通要下台。他現在就在進行一種政治清洗工作。第一個對象當然是委內瑞拉馬杜羅。你以為你自己有石油，你就可以這個那個？對不起，我直接把你油輪給扣走。所以對於委內瑞拉來講未來的處境只會越艱難。馬杜羅也一定會下台，因為這個兩邊實力懸殊太大了，這是無可奈何。至於你剛才提到洪都拉斯的總統葉南德茲，葉南德茲曾經在台灣拿到了彩玉大勳章的最高，所以他是證明他是個親美的那他有沒有涉及到販毒？他涉及到販毒是在2022年卸任總統，在洪都拉斯，然後被這個引渡到美國去，美國判刑45年。在2024年判刑45年，2025年川普就下令特赦。对，那什麼意思？因為他親美的，只要親美的，你犯什麼罪都沒關係，而且你親美，而且要服從美國叫你跟台灣建交，你就跟台灣建交。所以只要親美要服從美國，那對不起，你保你平安。所以對於這個委內瑞拉的命運，還有什麼哥倫比亞他現在就是我剛才講了，政治清洗是第一個，委內瑞拉，第2個哥倫比亞跟墨西哥，所以墨西哥嚇死了，趕快老大你說什麼然後那個巴拿馬運河，巴拿馬我跟中國一帶一路趕快切掉趕快切掉。所以現在你看看巴西總統魯拉都現在點不敢吭聲，就是這個道理，就是這個道理那個阿根廷總統米萊就是我就是川普的支持者我只是從中國要點錢而已那 OK 這 OK 所以他現在正在馴服所有的美洲國家，包括加拿大，所以加拿大的自己心裡要有數好，謝謝委員。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持續要關心中荷之間的這一場安氏之亂的爭議，現在有了最新的進度。我們趕快來看到荷蘭誤判北京強奪安氏，現在大翻車了。中國斷供一擊命中，那麼歐洲車廠現在則是跪求北京。趕快來持續到關注的就是這一場本來的安氏半導體之亂，現在已經演變成整體在中國大陸跟歐洲之間的科技主權對抗戰了，大家還記得嗎？當時我們討論了很多嘛，說這個荷蘭政府不是9月底打着要保護歐洲晶片的旗號，強行接管安氏半導體嗎？當時呢，他給的理由就是一直說因為他要保護歐洲嘛，結果怎麼樣呢？中國大陸是立刻的祭出反制了，這是最新消息，中國是已經宣布了生產所有安氏的晶片會全面的斷供。
停止出口給這一些歐洲國家。荷蘭的經濟大臣聽到之後是氣急敗壞，他說沒有想到中方的反制會如此的迅速，導致我們可以說是措手不及啊，並且呢，這個歐洲的議會，荷蘭的議會也痛罵中國的動作根本魯莽草率，而且非常的外行。來看到現在演變的局面，造成了車廠現在非常的憂心，因為現在車廠趕快急着跟大陸來求救，尤其是德國的汽車協會已經公開表示了，他們支持透過雙方中荷之間的對話來解決安氏的爭端，並且德國政府已經說呢，出面要施壓荷蘭停止在干預安氏了。文泰科技已經正式啟動了法律戰，並且邀請臨時監管人可以到北京，如果你願意的話，趕快來做協商。節目一開始請教委員怎麼看呢？荷蘭的目前他的這些針對中國大陸的批評是怎麼樣的一個態度？搶中國公司還怪中國反應太快嗎？是不是以為搶完之後大陸還會跟他願意協商？委員怎麼看？荷蘭這個動作又回復他以前祖先當海盜的記錄。這種海盜哈，即使他長得像電影明星，還是海盜。只是他碰到了哈專門在逮捕海盜的高手，叫王文濤。你當海盜，你以為我治不了你？所以第一個時間呢，就把這個半導體禁止出口。禁止出口呢，就逼得荷蘭最依賴的德國出面干涉，所以他現在滿臉豆花，然後樓梯給他，他又不肯下來，然后不肯下來呢，還不肯把經營權交出來，他只是不敢再跟中國大陸打這個安氏半導體的這種汽車晶片，而中國看在德國的面子上面做個人情給德國，然後那個荷蘭事情你去擺平，那荷蘭現在還在驚，因為他這個內閣快解散了，因為他已經選輸了下台了。所以在下台之前，可能想撈一筆。荷蘭其實是一個很貪污很嚴重的國家，你不要以為他跟德國啊、那個法國那麼樣了哈，不一樣。荷蘭是很會貪污的國家，因為什麼？有海盜的血液，怎麼可能不貪呢？哎呀，對不對啊？所以對於這個荷蘭哈，這個狀況，可能中國大陸還要給一點壓力才行啊，這壓力才行啊。壓力很簡單啊。突然間工廠沒辦法出貨了，德國你自己想辦法，就解決了吧？所以不必要自己親手去操刀啊。所以這個對這個卡雷曼斯這個荷蘭經濟大臣還在自我辯護，那個辯護越聽的是還是什麼計劃走漏啦，安氏會把技術轉走。我跟你講，安氏半導體沒有技術啦，那檔次很低啊，它只佔了一個便宜，因為所有的汽車晶片要經過2-3年的安全測試。所以你現在任何新生產晶片，這個所有的汽車這個安全管制單位都不會讓你使用，所以剛好2-3年的空檔，所以卡住了。那好吧，你這個什麼技術偷，沒什麼技術可言了哈。那至於所謂的什麼成功阻止歐洲跟傳統上的對中國的依賴，那你問德國啊，你德國自己做啊，對不對哈？這沒什麼了不起的生意，他竟然踩到中國的臉上，這不知好歹。對，剛剛委員幫我們特別提到的是荷蘭的經濟大臣哦，針對安氏他所給出的理由，大家認為他是借口了。他說，就是因為怕中國偷走了技術的轉移，所以他們才趕快動手。那另外一方面，当然了，現在德國方面就很緊張。德國的汽車工業的協會主席他就直接表明了，現在歐洲的車廠是非常的擔心，急需要大陸的晶片供應鏈的，要歐盟你趕快起身吧，跟北京來去做談談。那大陸的商務部長王文濤也說了，荷蘭必須停止不當的行政干預，我們才願意穩定來供應。那麼也要德國趕快去施壓荷蘭，現在只能靠德國來做協商了嘛？酈將軍又怎麼看？如果說蔡委員所講，荷蘭是一個海盜的話，我覺得他這次搶的是一艘軍艦。那你想一艘海盜船去搶軍艦的下場會是怎麼樣？那這件事情經過是這樣哈，事實上安氏半導體本來就是文泰科技已經買下來的，那 CEO 就是他們董事長嘛，張學正。這是毋庸置疑的。那你怎麼可能去指責說張學正自己將自己公司的技術偷自己公司技術，然後賣給另外一個公司？我覺得這是不合邏輯的。那簡單來講，其實我覺得荷蘭只有一個理由啦，他認為說是安氏半導體這個他們設計的這個晶片，其實這個晶片是這樣，是他們在荷蘭的安氏半導體設計以後，在德國做晶圓
晶片，然後做完以後要到中國的這種深圳和東莞那個地方來做封裝，封裝以後才可以供給汽車廠商來作為裝配來使用，整個流程大概是這樣。那你想想看，整個這都是文泰科技，整個安氏都是文泰科技張學正他99%的股權，他為什麼要偷自己的這種技術賣給另外一家公司？這就不合邏輯嘛。那但是我覺得荷蘭只是為了配合美國的說法，說是也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就找這個理由，然後將這個 CEO 張文正停止他對公司的經營的權利哈。那當然對中國來講是可忍，孰不可忍。當初來講我就不再出貨了，因为你最終的這個晶片最後的出口端還是在東莞的出口廠商那邊。那中國管制出口以後，就造成很多汽車廠商，這個寶馬啦，或者是奔騰啦，哈，這些他們急得不得了。但是中國這時候展現出大國的風範，一個負責任大國，他還繼續給你們這些車廠豁免，免得你們斷供，影響到全世界的供應。但是後續來講還是要談哈，這個東西，這第一個中國要求的也很簡單，就是你要恢復張文正的經營權嘛，因為他本來就是董事長，他本來就是 CEO， 是他買下公司，你公司怎麼可以隨便就撤換掉他的股權？所以這方面來講，我覺得中國立場是對的，支持自己國內的企業，不管在國外受了委屈，國內這個以中國自己本身的實力，支持自己國內的企業在國外的經營，受了委屈找自己國家來經營，這個東西不免讓我們聯想到，我們台灣政府到底有沒有這個力量，有沒有這種魄力，支持我們的台灣企業，如果在國外受了委屈來講的話，能夠力挺它。對，好，這時候中國大陸是硬起來，他們除了支持張學正 CEO 之外，他們也要求了幾項很重要，告訴荷蘭說，我們也要求你們要恢復包括了這個控制權跟股東權，並且大陸方面已經開始打起了法律戰，他們也邀請說，荷蘭你要談也可以，那麼你就是可以派出你們的荷蘭臨時監管人來到北京來做談判。德國也說了，他們很願意來搭起橋樑。文泰的法律戰加上德國的外交施壓，能夠逼荷蘭認輸嗎？接下來文泰重新拿回安氏的話，第一個要處理的問題又會是什麼？是要整治內部企業、恢復供應鏈，還是趕快向荷蘭全面追責？哪一個最重要？賴老師又怎麼看？都很重要啊！我覺得大陸現在要做的就是一定要做到整個荷蘭把這個安氏交出來。如果不做到這一點的話，這個是不可以的。因為目前來講，荷蘭的政府是在偷雞。他用拖延戰術，為什麼？因為他是暫停執行1年，所以法院的判決仍然有效。那這樣的話，對於文泰拿回自己的公司，這個就拿不回來了。因為1年以後，你的政府繼續執行的話，他一樣可以把你的 CEO 換掉。所以我覺得對大陸來說，這是目前來講，荷蘭政府是採用拖延戰術。所以中國大陸現在要做的第一件事，當然就是也唯一一定要做的這是最重要的，要擺在最前頭的，就是你荷蘭的政府，不管你這一屆還是下一屆，你任何政府一上來以後，你要先把這一個案子撤掉，撤掉以後，法院就是說政府已經撤掉了，那法院的判決就無效了，法院就改判，就是說原來的案子銷案，因為原來的判決已經不存在了，那就銷案了。銷案以後，那當然 CEO 就合法的完全掌控取回自己的公司，因為這公司本來就是文泰的100%的資本嘛，對，所以中國就完全取回這家公司經營權的時候，要做第二步。第二步就是把所有的當初的叛將全部開除掉，也就是那一些荷蘭人要一個都不留，不能夠再養內奸。因為原本當初就是君子相待嘛，原本所謂的君子相待就是說我保障你荷蘭的就業機會，所以我把你這個公司買下來了以後，我來經營。那本來是從虧轉盈的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看得很明白，就是盡量留下原來的人不變。那麼除了一些科技人員中國來支援以外，還有因為它是主要是以面向中國的市場為主嘛。那所以在整個發展的過程裡面，事實上中國的做法是對的，而且也按照承諾保障了你荷蘭人的就業機會。結果叛將就來自於這些荷蘭人。
那在這個情形下的話，時代已經變了，環境也變了，那就讓現況就回不去了。是，所以我覺得第二個要做的就是把這些人全部都開除。是，那開除了以後就安排自己的人，就完全接管了。我覺得目前來講，大陸已經做了一件事，就是說，荷蘭的安置不要聽從荷蘭政府以及荷蘭當地方的一個指揮，依照母公司為主，所以他的工程師也基本上很大一部分都調回來了。那這樣的話，他在那個地方把它放空，也是一種做法。所以我個人認為，大陸的手段很多了。目前就看你德國的用力用多大。那如果還是用